作为世界10大禁片排名最后一位，我唾弃你的坟墓当年一经上映，不知震碎了多少人的三观。血腥和暴力的桥段无不在挑战观众生理和心理的极限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便是该系列的第2部，头铁的宝子们一起来挑战吧。凯蒂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，靓丽的外表，不俗的气质，让她从小就想当一名模特。理想有多丰满，现实就有多骨感。这天，他拍摄的照片再一次被雇主否定，没有风格不说，看起来土里土气的，这样是很难有市场的。雇主表示，他认识不少有实力的摄影师，或许能帮上凯蒂的忙，但因为价格都不便宜，凯蒂只能婉拒雇主的好意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他在公告栏上看到一则广告，上面宣称给模特免费拍片，这不正是凯蒂现在最需要的吗？于是他顺手拿走了摄影师的联系方式。回到家中，凯蒂看了看自己的写真，好像是差点意思。思考过后，他拨通了广告中的号码，对方是个叫伊万的男人，他让凯蒂先拍一张照片发过去。很快，伊万就发来短信回复，和凯蒂约好了拍片的时间和地点。第二天，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，凯蒂的心却是火热的。他按照伊万的要求，打车来到拍片地点。摄影棚位于一栋大楼的地下室，看起来有些简陋。赶到时，伊万正在给另一个女模特拍照。一见面，伊万对凯蒂赞不绝口，夸她真人比照片好看多了。他从凯蒂带来的衣服中选了一件，让她赶紧去更衣室换上。期间，躺在箱子上睡觉的尼基也醒了。伊万、尼基和充当助手的乔治3人是兄弟关系。换上裙子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开始拍照。起初一切还很正常，拍完几张后，伊万提议来点不一样的。可凯蒂是有底线的人，他并不愿意为了工作牺牲色相。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，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听到这儿，身后的尼基脸色难看，吐槽凯蒂太能装。果然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凯蒂毅然决然离开了摄影棚。本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，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凯蒂始料未及。几天后，乔治突然敲响凯蒂家的房门，他表示是来送照片的。鉴于这次合作并不愉快，凯蒂并不想白嫖，可乔治还是不放弃。他一脸无辜地说自己不是坏人，还说凯蒂的照片很棒，要是不留下来就太可惜了。说完，乔治将 U 盘交到凯蒂手上。见状，凯蒂只好收下，敷衍地说了声谢谢之后，便着急想要关门，这让乔治多少有些不高兴。他告诉凯蒂已经删掉电脑里的文件，让凯蒂不用担心。说完，凯蒂赶紧关门，并且将门反锁。想不到的是，乔治似乎真喜欢上了凯蒂，甚至偷偷拷贝了她的照片，在自己的电脑上反复观看。看得多了，思想难免跑偏，促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。距离拍照又过去几天，凯蒂已经将这件事抛诸脑后。晚上，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倒垃圾，快去快回。凯蒂也没有锁门。可是当晚入睡后，恐怖的事情便发生了。他突然被一阵异响吵醒，开灯一看，好家伙，竟是乔治。他趁自己出门倒垃圾，悄悄潜入房间。刚才正在一个劲儿用手机偷拍自己，这让凯蒂愤怒不已，呵斥乔治3秒之内滚出房间。显然，精虫上脑的乔治，即便被发现，也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见他不为所动，凯蒂从抽屉里拿出电磁枪，直接射到乔治脸上，把他电得七荤八素。之后，凯蒂抓住机会，拼命朝着门口逃去。眼看就要到走廊，却在最后关头被乔治抓了回去。他死死捂住凯蒂的嘴巴，不让他惊动街坊四邻。凯蒂拼命反抗，但在一个成年男子面前，他的力量实在太弱了。乔治抓住凯蒂的头发，1下、2下、3下，不停地撞向地板。紧接着拿来抹布塞进凯蒂嘴里，他绝望的哭泣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乔治拿出小刀威胁，并且用绳子绑住了凯蒂的手脚。住在楼下的邻居杰森听到动静后，第一时间过来查看，结果悲剧了，他被躲在暗处的乔治连捅数刀，倒在地上无法动弹。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杰森只能眼睁睁看着凯蒂被乔治无情羞辱。不得不说，乔治真是个变态，不光凌辱，还逼迫凯蒂说喜欢他。3分钟后，乔治发泄完欲望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，于是连忙打电话向2个哥哥求助。没过多久，伊万和尼基赶到了现场，看着凌乱的房间，伊万十分淡定。他从抽屉里拿来塑料手套，让乔治和尼基都戴上，随后开始检查杰森的身体，发现他已经凉透了。
伊万表示，乔治留在房间里的指纹他有办法清除，可留在凯蒂身体里的东西他是解决不了的，唯一的办法只能带凯蒂离开。为了把杀人罪名嫁祸到凯蒂头上，伊万强迫他在刀上留下指纹，然后对他说，请你原谅我的弟弟，他只是情不自禁，每个人都有罪恶，不是吗？伊万将一种白色致幻粉末塞进凯蒂嘴里，很快他就昏睡过去。三兄弟把凯蒂装进箱子带出了公寓，等凯蒂再次苏醒，人已经被绑在昏暗的地下室。他后知后觉，发现尼基竟趴在自己身上干着肮脏龌龊的事儿。乔治听到声音跑过来，一把推开尼基。凯蒂苦求他们给点水喝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尼基的尿液。乔治看不过去，和尼基大打出手，直到伊万出现才把两人赶走。伊万假惺惺地丢给凯蒂一个毯子，随后就离开了。凯蒂被他们锁在一根柱子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喊累了，凯蒂渐渐睡去。可坏人又怎么会让他好过呢？一盆冷水就把他泼醒了。伊万让他赶紧洗澡，待会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办。凯蒂不愿配合，他们就逼他吞下小药丸。相比其他两个兄弟，乔治显然对凯蒂的感情更多一点。他拿着海绵帮凯蒂擦拭身上的污渍，之后又去给他找衣服。等乔治走后，凯蒂无意间发现地下室竟然有一扇小窗户。为了保持清醒，他赶紧抠嗓子，把吞下的药丸吐了出来。等到乔治回来时，发现凯蒂躺在地上没有动静，于是他便亲自上手帮凯蒂穿衣服。期间，凯蒂抓住机会反击，打晕乔治后从窗户逃了出来。只穿一条裙子的凯蒂在冬日寒冷的街头四处求助，可是在路人眼里，他更像一个神志不清的疯子，没有人愿意为他停留。崩溃之际，路过的警察伸出了援手，凯蒂像是抓住救命稻草，向警察哭诉。当听说自己身处保加利亚时，凯蒂震惊不已。1天前，他明明还在美国纽约。警察将凯蒂带回警局，做完笔录，警察并没有去抓犯人，反而认为凯蒂吸毒过量，提议要带他去看医生。但凯蒂只想去美国大使馆，并且不愿再回答警察任何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金发女人走了进来，支开警察后，女人对凯蒂说，她叫安娜，是一家庇护所的负责人，专门救助那些受到伤害的妇女。安娜很有亲和力，不仅向凯蒂承诺会送她去美国大使馆，还露出手臂上的伤痕，表示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安娜强大的共情能力成功获得了凯蒂的信任。随后，安娜开车带他离开了警局。期间，他给有关部门打电话，说明了凯蒂的情况。安娜向凯蒂解释，在去美国大使馆前，需要找到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确认身份，这可能要花上一点时间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他家就在大使馆附近，可以先住进去。安娜过分的好心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然而，早已身心俱疲的凯蒂竟然选择了无条件相信。很快，两人便来到了安娜家中。他让凯蒂到楼下的仓库挑选喜欢的外套穿上。当凯蒂走进一扇木门后，整个人惊呆了。这里不就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地下室吗？安娜终于露出丑陋嘴脸，她狠狠甩了凯蒂一耳光，怒斥他差点毁了自己的家族。万万没想到，安娜竟和变态三兄弟是一伙的。凯蒂又一次被绑在了不见天日的地下室。晚上，一个大胡子男人走了进来，他是三兄弟的父亲，变态中的变态。大胡子用电棍狠狠教训了逃跑的凯蒂，之后和他的儿子一样，对凯蒂实施了暴行。听着地下室的惨叫声，安娜抱着洋娃娃坐在椅子上，竟然流下了鳄鱼的眼泪。原来她也是被大胡子强行带回家的，不断凌辱后，安娜生下了大胡子的孩子。后来大胡子对她丧失了兴趣，然而安娜从来没有反抗过，甚至享受这种虐待，估计是有什么受虐倾向。没猜错的话，安娜表面上开了家庇护所，实则挂羊头卖狗肉，假借庇护所名义骗取女性，再带到自家地下室供丈夫和儿子虐待。宣泄完兽欲，大胡子心满意足地离开，而此时的凯蒂已经遍体鳞伤。可这还没完，生性残暴的伊万跑过来，劈头盖脸揍了凯蒂一顿。失去价值后，三兄弟开始挖坑，直到挖到水管才停止。凯蒂被他们连人带箱埋了进去，箱子里残存着空气，所以凯蒂并没有被憋死。伴随一阵坍塌的声音，凯蒂掉进了下水道。在这里，他找到了打火机和一些吃的，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很快，凯蒂发现一扇通往教堂厨房的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凯蒂经常到教堂里偷食物。神父一开始还以为是老鼠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另一边，谨慎的伊万建议大家最近小心点，毕竟凯蒂和警察打过照面。这天，凯蒂在厨房被神父抓了个正着。善良的神父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大方地和凯蒂分享食物。看着他脸上的伤，神父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凯蒂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，对自己的悲惨经历更是闭口不谈。没办法，神父只好让凯蒂捧着一堆物资离开，里面有食物、有衣服、手电筒，甚至还有一本圣经。这天，凯蒂找到了通往外界的出口，然而站在美国大使馆前面，他却犹豫了。相比回家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。凯蒂再一次来到教堂，神父从其哀伤的神情中看出他一定有着极其恐怖的经历，于是提出要帮他报警，结果被凯蒂果断拒绝。神父对他说：“你无法永远逃避。”凯蒂却说他没有逃避，他只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。等凯蒂离开，神父发现他刚把圣经翻到这一页，上面写着：“复仇之魂属于我，我向上帝起誓，血债血偿。”这让神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望着下水道上方被封印的洞口，凯蒂的脸上闪现一抹邪恶的笑，犹如从地狱爬出来的复仇女神。出来混迟早都要还，变态一家势必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凯蒂在变态的房子附近密切观察，等到家里没人，他偷偷潜入房子拿走了钱。紧接着，复仇行动正式拉开序幕。第一个遭殃的是乔治，凯蒂把自己的吊坠偷偷放在乔治喝的咖啡里。当他发现不对劲，立刻追了出去，结果在街上看到了凯蒂的背影。他并不知道凯蒂是在故意引诱自己。最后，乔治来到下水道，被凯蒂用工具抓住，一刀捅死，岂不是太便宜了？凯蒂拿刀在乔治身上划开一道道口子，然后把垃圾抹在伤口上。曾经受过的皮肉之苦，现在他要加倍奉还。第二个倒霉的是尼基，他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知，还在酒吧里和一群妹子花天酒地。凯蒂趁乱在尼基的酒水里下药，很快尼基的身体有了反应，连忙跑到卫生间里呕吐。这时凯蒂走了进来，趁着药物正在发挥作用，将尼基活活溺死在了肮脏的马桶里。完事后，凯蒂淡定的洗手，从容的离开。与此同时，神父担心凯蒂做傻事儿，于是找到警察。通过交流，警察猜到神父口中的女孩很可能就是凯蒂。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，凯蒂在复仇的道路上已经渐行渐远。第三个要报复的对象是变态大胡子。凯蒂故意现身，将大胡子引到下水道，趁其不备把他砸晕。等大胡子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绑，先是电棍问候，之后一连串酷刑轮番上场。总之，大胡子死得相当惨烈。乔治这边经过几天的折磨，身上的伤口已经发炎溃烂，2条大腿无比肿胀。凯蒂拿出手机一阵狂拍，就像那天晚上乔治偷拍自己一样。接下来轮到安娜了。回到家中，发现到处一片狼藉，就连她最喜欢的洋娃娃也被人为损毁。这时，地下室里传来音乐声，安娜小心翼翼下去查看，结果中了凯蒂的埋伏，被他推到了下水道。眼前血腥的一幕让安娜目瞪口呆，最疼爱的小儿子乔治已经被凯蒂折磨得面目全非。安娜崩溃了，下一秒她就被凯蒂装进箱子里。伊万很快发现事情不对劲，之后在下水道找到了重伤的乔治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凯蒂主动出击，一棒子把伊万打倒在地。紧接着把他绑了起来。从伊万口中得知，原来只有尼基和乔治是安娜生的。得知变态女人的经历，凯蒂终于明白，安娜才是这家人中最有病的。属于伊万的审判正式开始，他的下体裸露在外，眼睁睁看着凯蒂用钳子将他彻底挤爆。就在这时，警察在神父的帮助下找到这里。趁凯蒂转身，伊万用绳子死死勒住他的脖子。警察呵斥他赶紧住手，可伊万不为所动。眼看凯蒂就要一命呜呼，警察不得已扣动扳机，枪杀了伊万。危机解除后，警察很愧疚。如果当初他能相信凯蒂的话，或许事情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凯蒂没有回应，而是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故事最后，警察打开木箱，救出了困在里面的安娜。
或许和死亡相比，一无所有的活着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凯蒂再一次来到美国大使馆，脸上写满了释然，他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第二部不仅在故事结构脉络上延续了前一部的思想，意识形态上也有继承和延续。我们都知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道理，女主以牙还牙的报复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。孤立无援时，能依靠和相信的就只有自己。当然，这是电影的艺术表达，现实生活中，女孩子最重要的还是学会好好保护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